同学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PHP MyAdmin 资料库工具的安装与资料的汇入。那 PHP MyAdmin 的介绍的部分，那 PHP MyAdmin 的话，它是1998年部分使用 PHP 的语言去开发的。那最初创建这个工具的话，是要提供一个方便使用者使用，透过网页的界面来管理 MySQL 资料库。那随着工具的话，透过开源然后大家持续的做开发，那已经广泛的应用于网站的开发跟管理，还有一些网站的一些主机伺服器，还有中小公司开源的一些应用。然后呢，它的话，它提供了一个蛮方便使用的图形化界面，然后也有跨平台的相容性的部分，还有丰富的功能集，还有常见的 Web 伺服器控制面板等，使得 MySQL 的话资料库是首选的工具之一。那这样的特性的话，让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面提供更方便、高效能、可靠的资料库的方案，然后深受开发者跟系统管理者的喜爱。那使用的 PHP MyAdmin 的优势，它提供了一个直觉的一个网页的界面。那使用者的话，无需写 SQL 语法，就可以来操作这个资料库。那它基于 PHP 的开发的部分的话，它可以使用在 PHP 资源的一些 Web 伺服器，然后各个作业系统平台，Linux Windows 跟macOS 的部分。那它可以支援资料库的操作，SQL 的查询语法、资料汇入、汇出，还有资料库的资料表里面的栏位的管理，还有使用者，还有它的权限的管理，还有资料库的备份跟恢复。它也是一个开源的软体，任何人的话都可以免费使用、修改它，然后降低中小企业以个人开发的成本，来促进全球范围的普及。那 PHP 的功能的话呢，它在资料库的管理方面使用了那使用者的话可以轻松去创建这个资料库，删除不必要的资料，然后呢，它可以支援创建让编辑删除这个资料表，并且对资料表里面进行结构化调整。那资料的汇入汇出的功能，来支援多个格式汇入资料表，资料的部分的资料库，让资料的转移整合更加方便。然后呢，可以进行资料的备份、跨平台的移动。那这样的话可以轻松的来创建资料库，还有删除不必要的资料。然后透过这样一个系统的一个资讯，还有监控的功能，可以显示 MySQL 资料库的一个状态，还有它的版本、执行时间、数量，可以监控这些资料库的使用状态、执行时间，还有查询部分，然后让整个管理的性能优化。那在资料库安装，在 MySQL 的PHP MyAdmin 的安装与资料的汇入。那在前面这部分的话，我们已经介绍了 PHP MyAdmin 的基本的概念与功能。接下来我们要实际操作让大家熟悉怎么样去管理 MySQL。那首先我们会从头开始进行 PHP MyAdmin 的安装操作，这个是我们会有步骤方式带领大家来做设置环境，学习如何配置来连接到 MySQL。那每个学员的话可以掌握基本的安装跟设置。那接着呢，我们会汇入一组地下水的开放的测试数据，这是一个真实的数据范例，那非常适合我们练习 SQL 的语法，使得我们使用 PHP MyAdmin 的部分的内建 SQL 查询的时候，有基本的查询开始，一步一步的去练习筛选、排序跟分析资料。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有介绍了 MySQL 的资料库工具，就是 PHP MyAdmin。然后接下来内容就是我们要介绍如何安装这一个资料库工具，以及将资料汇入其中。那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更新我们的 Linux 的软体库，然后确保它是最新的，所以就输入以下的
指令。那这样现在就更新好了。那更新好之后，我们在安装 PHP MyAdmin 之前，要先安装一些所需的条件，主要就有3个。第一个就是 Apache 的 Web Server， 然后第二个就是 MySQL 的资料库伺服器，然后再来第3个是 PHP 的相关扩展。然后如果 MySQL 伺服器你是沿用原本的虚拟机的话，应该有装过，那就可以不用再装了。那如果尚未安装的话，就可以再重新安装一次。那我们就可以输入以下指令一次把这3个都安装完毕。然后这里要安装的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大家可以再多检查几次，看你有没有就是漏打或者是打错字之类的。那确认没问题之后，就可以开始安装。那接下来安装完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安装 PHP MyAdmin 了。那就输入以下指令。那我们就是它会系统提示会跳出这个画面嘛？那因为刚刚我们就是要选择的是就是以 Apache 来做使用，所以说那这个部分的话就直接按空白键去做选择。那我们再按 Enter。那这边的话会询问是否用 dbconfig commit 来配置资料库，那我们就选择 Yes。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要为 PHP MyAdmin 来设置就是 MySQL 的管理密码，那我们就设置一组自己可以记得住的简单密码就好了。那就设置好了就按 OK。然后再输入一次确认。然后再来就是安装完毕之后，我们要启用我们所需要的 PHP 模组，然后要输入以下的指令，然后再重新启动一次 Apache。那最后我们就是要检查我们是否安装成功。那这时候我们就打开我们的浏览器，然后就输入以下网址。那跳出这个画面的话，就是我们已经成功安装 PHP MyAdmin 了。在我们成功登入 PHP MyAdmin 的页面之后，我们现在就要来做的是，要教大家如何汇入我们的资料到 PHP MyAdmin， 然后以及如何利用这个资料库工具做找查这些资料的方式。那我们就要先登入。那登入的话，它的预设的 username 就是 PHP MyAdmin。那密码的话，就是刚刚我们所设置的，就是自己制定的那些密码。那输入完之后就按 Go， 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页面了。那进到这个页面的话，首先我们一样要先建立一个资料表，然后来去储存我们的资料这样子。所以首先我们就先就是点击这个 database，
然后我们要创建资料表嘛，然后我们就点到这个 phpMyAdmin 的资料库当中，然后下面会有一个 Create Table。那这边的话，我们一样，就是我们名字就是叫 Water 这个资料表，然后一样是，就是我们预设就是4个 column， 就是储存我们刚刚在上一小节的时候有提到的4种资料形态。那这里的话就是要设置 table 里面每一列有什么嘛，就是我之前有提到过的，有它的站点编号啊，有它的站点名称，然后还有它的站点记录的时间，以及它现在水位的高度。那我们就是一一把它填入，那么就是照之前的输入就可以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边在建立资料表格的过程中啊，其实就很像我们使用指令去做建立这些资料表，但是它的差别就是在于它有一个 UI 界面，就是看大家觉得哪种方式会比较对自己来说比较方便的话，就可以去做使用。然后资料形态的话，就是一样是选择这个，然后它的最长长度就是255。然后 default 的话就是选择 no， 就其实就跟我们在输入那个指令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是一样的，只是这边就是变成用选择的方式来做建立。那确认这些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按 save 保存我们刚刚建立的资料表。那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它就会成功的话，它就会跳到 structure 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所建立的这几个就是它的栏位。那我们就点到这个地方，就会发现这个资料表里面是还没有任何的资料的。那在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汇入资料。那要汇入资料的方法其实也是很简单，一样就是点这个 import， 然后选择我们刚刚有使用的这个 MySQL 的10000的资料。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都不用变动。其实这边的话，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在使用指令在就是汇入资料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输入很类似的东西。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再回去上一章去看的。可以发现，其实这些都是那个指令中有出现的东西，就是设定。那只是现在都变成了那个用图像界面去做选择的方式。那我们输入的那个格式，这里就是选 CSV 这样子。那确认没问题之后，就可以按 Go。那这边的话，可能就要等待一段时间，等它上传完毕。那看到这个绿色的指示，这个打勾就可以知道我们有成功的汇入这一个资料了。那我们就可以，这时候就可以点击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原本是空的，然后现在就是有多出了很多不同的，就是资料，然后资料汇入的形式也是正确的。接下来部分的话，就是要介绍我们如何使用 phpAdmin 去做找查，在这些大量的数据之中去找寻我们所需要的资料。那其实这些找查方式其实都会跟就是你直接在 MySQL， 就是我们在 Terminal 里面登录 MySQL， 其实是非常相像的。那我们点一下这个 SQL， 那这个地方就是找查它的那个 SQL 指令。然后这边的话，你就可以仔细看到，其实有 UI 界面的好处就很方便。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选说，你要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它会直接帮你把那个所有的指令啊，就是会直接帮你换成你要的指令。像这个的话，就是之前我有提到，这个的话就是整个资料表。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成只要找查 none 或 name 或 data 或 value 嘛，然后后面就是它的条件这样子。然后这里的话，这个就是可以 insert， 就是可以就是加入一些新的资料。然后你看它新的资料的加入方式的话，它这边的话就已经帮你把所有的值都处理好了。所以其实你只要把这个地方改掉，就是变成你需要的值，那就可以直接做输入了，是非常的方便的。然后这边也是同理，然后你要删除什么资料的话，
也是非常，就是你可以直接点这个，然后之后再直接去针对你所需要的句子去做修改。那这边的话，我就是会就是先示范一下我们在简报中有提到的所有的操作指令。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select， 然后 select 的话就是这边的话可以看到，那这边看到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最开始的就是那个嘛 select 这个星星放 water 的部分，那就是找寻我们资料表里面所有的资料。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就不特别去做示范了。再来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要读取资料表中的某个特定的栏位，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就是点这个 select。那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我只想看站点资料，那我们就把后面这个删除掉，然后条件也删除掉。然后其实一般来说应该这边要加分号，但是因为它这个图形这个好处就是，如果你用 PHP-MyAdmin 的话，它其实会自动帮你抓一些语法上的错误，所以就算你有时候没有加到分号，其实也没有关系。那如果等你就是你确定句子你要做什么之后，你就可以按 Go。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回到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输入的语句。这样子的话，就只有筛选站点资讯而已。那我们一样再回到 SQL 当中。好，那我们一样再来，我们就来练习一下之前也有在 Terminal 使用 MySQL 的时候所用的指令。然后一样先点这个，那我们这是 where，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筛选的资料是 water value 大于0。那你看这边还蛮方便，就是它会自动帮你选字，然后就输入我们的那个条件。那这样才会看到这边是正确的，就是它只有5847个，就是资料是正确的。然后这边筛选出来的值就是 water value 大于0的值。然后再来我们要练习的是，就是找寻 water value 里面最大比的一个资料，然后一样是改后面这个条件就好了。然后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其实它都会帮你补字，你不用担心会打错，就不要选错就好了。然后输入完之后，你就可以按下 Go， 然后一样会跳回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 water value 最大值，就是这就是它最大值。再来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异常值如果会被记录成负9999998嘛，如果不想以数值的方法来查询的话，我们就一样可以在这里试试看 like 语法是不是可以使用的。输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按 Go。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一样是可以把就是有异常值的部分筛选出来。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在介绍最后一个指令，就是我们要查询 water 表内不重复的井号值。那一样就是使用 SQL 语法，然后使用 select， 输入完之后就点 Go。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结果就是跟我们上一章的时候查询的方法就是一样，都是这3个井号，是这一笔资料里面所包含的井号，就是这3个。以上就是 PHP-MyAdmin 的介绍。可以发现，就是 PHP-MyAdmin 跟直接在 Terminal 使用 MySQL 的话，其实有些差别是不大的。但是如果你对于输入这些指令感到比较困难的话，那其实可以尝试使用 UI 界面来做资料的汇入。因为如果你对于使用指令来汇入资料比较感到困难的话，就可以尝试使用 UI 界面来做汇入。我认为这些都还蛮直观的，就是你不管是要建立资料表啊，还是要汇入资料这些，而且它在 SQL 语法的找寻里面也都会给你一些就是错误指令，如果你真的有不小心输错的话。所以推荐大家，如果对于就是在 Terminal 输指令可能有比较多的不熟悉的话，就可以尝试使用这个界面来帮助自己上手
就是使用 MySQL 这个工具。那以上就是我的介绍，谢谢大家。